今儿咱接着讲啊，各位老铁，搬好小板凳，瓜子儿、花生矿泉水、啤酒、烤肉、大腰子都备齐了没？今天咱讲的这个故事出自《初刻拍案惊奇卷2》17，名叫顾阿秀洗舍坛内务，崔俊臣巧会芙蓉瓶。你别看这名字文绉绉的，好像是个文艺片。我跟你讲，这故事要是放现在拍出来，那绝对是集扫黑除恶、极限逃生、豪门宅斗、官场现形记和破镜重圆于一体的年度悬疑爽文大剧。这里头有黑心船老大，有智商爆表的大女主，有水下憋气求生的硬核男主，还有发挥余热的退休老干部，情节之跌宕起伏，反转之让人拍大腿。你就算放现在拍成个40集的电视剧，那收视率也绝对能霸榜。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呢？元朝至正年间，地点呢在真州，也就是今天江苏省仪征市附近。咱先说这男主角，有个才子姓崔，叫崔英，字俊臣，家里是当官的，正儿八经的官二代。崔英那是翩翩君子，品学兼优，最关键的是人家还娶了个妻子叫王氏。这王氏更是了不得，貌美如花，秀外慧中，放现在那就是妥妥的高智商白富美。不仅长得好看，人家还腹有诗书气自华。这郎才女貌的俩人非常恩爱，天天在家撒狗粮，小日子过得那是蜜里调油。到了至正11年，也就是1051年，崔英家里运作了一下，给他荫续了一个浙江温州永嘉县的县尉。这里得给各位老铁科普一下，啥叫荫续？元朝那时候啊，讲究个拼爹，父亲要是能当官，达到一定级别，他就能按制度选个自己儿子也当官，这就叫荫续。这就好比现在你爹是某大集团的董事长，你毕业了不用去人才市场挤破头考公考编，直接空降去分公司当个副总。但这县尉可不是什么好活啊，各位，县尉那是个啥官？那是县里最小的官之一，9品芝麻官。主要干啥呢？就负责领人抓个贼啊，管个看守所啥的，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局长兼看守所所长。你要在太平盛世，这好歹也是个有编制的基层公务员，旱涝保收。但在至正11年，这简直就是去当炮灰啊！为啥呢？因为至正11年天下大乱了。元朝末年那是什么光景？朝廷疯狂印钞票，通货膨胀严重到买个烧饼得推一车钱，黄河泛滥，老百姓连树皮都没得吃。这时候红巾军起义了。红巾军各位可能没印象，但有一句话您肯定听过，叫10人一只眼，挑动黄河天下反。这就是当时红巾军的口号，相当于现在的病毒式营销，一夜之间传遍大江南北，直接引爆了元末农民大起义。就在次年，也就是至正12年，有个20岁的小伙加入了红巾军。这小伙叫啥呢？叫朱元璋。你想吧，连后来的大明开国皇帝都在这个时间点下场创业了，那可想而知，当时呢战乱四起，到处都在打砸抢，社会秩序基本崩盘。县尉这种底层公务员，那必须顶在最前线去维稳，这不是好活，这是玩命的活啊！相当于现在让你去战区当派出所所长，你敢去吗？但朝廷的任命下来了，文人嘛，讲究个识君之路担君之忧，加上年轻气盛，觉得能建功立业，必须得去啊。崔英就领着媳妇王氏，拿着上任的文书，带着几箱金银细软和字画，雇了艘船，准备走长江水路，说要先去杭州，然后再转道去温州。这船老大的名字啊，叫顾阿秀。这顾阿秀领着自己几个弟弟和几个水手在江上跑船。各位老铁，这里咱得插一句题外话，古时候有句老话叫车船垫脚牙，无罪也该杀。这说的是古代5大黑恶行业，车夫、船夫、客栈老板、搬运工、中介牙婆。咱之前讲珍珠山里那个保媒拉纤的薛婆就属于牙，但薛婆她充其量也就是勾引良家妇女，搞点作风问题，她不至于图财害命。但这船夫也就是顾阿秀这帮人，那可比薛婆狠多了。古代没有高速公路，走水路那是唯一的长途交通方式。这帮水匪在江上那就是法外狂徒，那是真敢在江上把人做成人肉包子的狠角色。你上了他的船，就等于上了黑车，
命就捏在人家手里了。这一日啊，船到了苏州，顾阿秀来找崔英了，满脸堆笑地说：崔大人，我这就是苏州的船，按咱们江上的规矩，路过我家乡了，您得赏点钱，让我们宰2口牲口，买点酒祭祀一下水神，保佑咱们一路平安。崔英一听，这是小事啊，入乡随俗嘛，就当交个过路费，痛快给钱了。这顾阿秀祭祀完了，为了表示感谢，给他们2口子送了一桌酒菜。各位，这叫生酒啊！啥叫生酒？就是没经过主人家查验的酒。这里头有没有蒙汗药，那全看船老大的良心。那崔英和王氏就喝吧。问题当时呢兵荒马乱的，崔英是个读书人，也不懂财不露白的社会险恶，喝到高兴的时候飘了，把自己带着的金银财宝、金银酒杯也全拿出来显摆，还跟媳妇儿说：你看这酒杯，这成色，这雕工，到了温州那边拿出来请客多有面子。这就好比现在你大半夜在烧烤摊喝多了，把劳力士摘下来拍桌子上，还敞着怀露出大金链子，旁边还坐着几个闻着花臂的社会大哥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这下可好，让顾阿秀看见了。顾阿秀在旁边伺候着，眼睛都绿了，心说：好家伙，我辛辛苦苦跑1年船，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不如你这一桌子酒杯值钱，这不开张吃抻年吗？这读书人是个傻缺啊，不抢他抢谁？这就起了歹心了。顾阿秀凑过去，一脸谄媚地说：崔大人，您看这7月份天太热，这是长江上的大码头，人多吵闹多热呀。这样我领您啊，咱们去个僻静处停船，吹吹江风，休息休息，您也好跟夫人赏月不是？那崔英喝得迷迷糊糊的，觉得这船老大挺懂事，就答应了。结果顾阿秀就把船开到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僻静水域，周围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一停稳，顾阿秀拎着刀就进来了，身后还跟着几个拿着家伙的弟弟，全是一脸横肉。上来二话不说，噗噗2刀就给崔英带的2个仆人给宰了。那崔英2口子哪见过这阵仗啊？平时都是坐在书房里喝茶看报吟诗作对的，这直接吓尿了，跪地上就磕头吧。大哥大爷，我钱都给你，金银财宝全拿走，我们就活命就行，我们绝不报官。顾阿秀冷笑一声，拿刀背拍了拍崔英的脸，那不行，钱我要，命我也要，你们读书人最讲究个报复，我今天放了你，明天你就带兵来剿我。不过嘛，顾阿秀看了一眼王氏，咽了口唾沫，这小媳妇儿我可以留着，因为我2儿子还没娶媳妇呢，正好给我当儿媳妇儿，但你这个老爷们儿，你肯定是活不了，你活着就是个祸害。崔英一看，完了，今天必死无疑了，就哭着求：那我这读书人能不能求您给我留个全尸，别把我大蟹块扔江里喂鱼啊，让我入土为安吧。那顾阿秀也是业余，当时也是第一回干这种灭门的业务，不太熟练，脑回路也比较清奇，心想留全尸是吧？行，不给你大蟹屉块，一脚就给崔英踹进长江里了。踹完之后，他还趴在船帮上蹲守了半天，看着江面冒了几个泡，没看见崔英飘上来呀，心想这淹死了，沉底了，妥了。这才转头跟王氏说：你老实的啊，我2儿子现在在杭州，有1-2个月就回来了，到时候你俩成亲，你放心，我不为难你，以后你就是我们老顾家的人了，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。那王氏本来都做好准备要陪着自己丈夫一起死了，但一听这话，心里一盘算，还有1-2个月呢。这1-2个月，其实我权且待着，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变数。我一个弱女子，现在反抗就是死，我先假意答应，稳住这帮歹徒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从那以后，这王氏对顾阿秀那是百依百顺，端茶倒水，洗衣做饭，真就跟儿媳妇似的，一口一个公公叫着，演技直接拿奥斯卡。顾阿秀一看这娘们儿挺上道啊，认命了，过了1个来月就放松警惕了，也不派人盯着他了。这一天正是这月15中秋节，顾阿秀把船靠岸停下，大排宴宴，请几个水手和弟弟们吃饭。那几个人平时就在江上干苦力，刀口舔血，好不容易过个节，敞开了喝，喝得里道歪斜，最后全醉过去了，
呼噜打得震天响，吐得满地都是。王氏一直在边上伺候着，一看这帮人全断片了，机会来了，他连包袱都没敢拿，怕拿东西有动静，轻手轻脚的溜下船，撒丫子就跑。这一口气跑到天亮，鞋都跑丢了，脚全是血，也不敢停。看见前面有间庙，想要去敲门求救啊。后来一想，不行，咱也不知道这是和尚庙还是尼姑庵。各位，要我说那是古时候有的和尚也不老实啊。水浒传里那裴如海、崔道成不都是披着袈裟的流氓吗？万一我碰见一个不学好的和尚，看我长得漂亮，那我这不是刚出狼窝又入虎口吗？这就坐在对面远远的观察。等了一会儿，这庙里一开门，里面出来个小姑娘出门挑水。王氏一看是个小尼姑，这就放心了，赶紧跑过去敲门。尼姑庵的庵主老尼姑来迎接，一看这大娘子披头散发，满身是泥，脚底流血，就问大娘子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遭难了？那王氏多机灵啊，他知道他不能跟陌生人掏心掏肺。你想想，你要是直接说我是县尉老婆，被船匪劫了，万一这庵主跟顾阿秀有勾结呢？或者万一顾阿秀在这片势力太大，庵主怕惹事不敢收留你呢？所以王氏脑子一转，直接编了个宅斗剧本。他说，师傅，我是一个县尉的小妾，在家伙受大老婆欺负，天天挨打，县尉带全家出来游玩。到了苏州，我这一失手，把咱那个金酒杯丢进河里了。我们家那个大老婆借题发挥要弄死我，我这不敢回家了，才逃到这儿来求师傅救命。各位，你看看人家这剧本编的，这不就是现在最流行的豪门宅斗小妾逆袭的戏码吗？把自己包装成一个犯了错的底层小妾，既解释了为什么逃亡怕大老婆打死，又掩盖了真实的身份怕船匪追杀，逻辑闭环了，属于是。庵主一听叹了口气，造孽啊，那你这日后怎么办呢？那王氏就哭啊，也不说话，就掉眼泪，主打一个楚楚可怜。庵主看着王氏举止端庄，说话唠嗑的也挺有礼貌的，不像是那种狐妹子，就动了恻隐之心，说我这地方虽然小，但也都是50来岁的老尼姑，有几个小童女儿，也都老实本分的，要不你就出家得了，就留我这儿给我当个徒弟吧，好歹有口饭吃，也能躲避仇家。王氏心想，那倒也行，我现在也没别的办法，也不知道顾阿秀在这片多大势力，这要直接去报官了，让顾阿秀半路给我劫了，那更完了，我还不如先安顿在这儿，我先找找机会，这就赶紧道谢，我愿意当您的弟子。这庵主就给他剃度，收为了徒弟，给他起了个法号叫慧元。那王氏那是自幼饱读诗书，人也聪明，是个妥妥的学霸。进了尼姑庵1个月不到，就把庵里所有的这些佛学典籍，什么金刚经、法华经，都研究得明明白白，不仅背下来了，还能给老尼姑们讲经说法，降维打击，比庵主都明白。庵主对他也是非常敬重，这庵里有个大事小情的，都得先问问慧元，直接混成了庵里的2把手。王氏呢，更是非常虔诚，每天早上规规矩矩的在观音像前去朝拜许愿，拜完了呢，也不惹事儿，就独自回房间，从来不出来抛头露面，怕自己被别人认出来。就这么苟了1年多。咱再说回顾阿秀这边，这老小子抢了崔英的财物，其中有1幅崔英亲手画的芙蓉画。这帮水匪大字不识几个，觉得这画放在船上占地方，又换不了几个钱。有这么一天，有俩人来庵里游览，庵主还留着吃了顿斋饭。顾阿秀为了附庸风雅，也为了在菩萨面前装个好人，第2天就托人把这画送给尼姑庵了，以作答谢。庵主这就把画裱起来，装到了1个屏风上。这王氏有一天出门，一抬头看见这屏风上的画了，心说，哎呀妈呀，这画我认识，这是我老公崔英画的呀，当时在船上，这画被人抢走了呀。就问庵主说，师傅，这画是哪儿来的呀？庵主一说，这是附近那个船老大顾阿秀送来的。这王氏一打听，确认了，就是当天那个贼人，他强忍着没哭出来，提笔在这芙蓉屏上写了首诗。这诗的大意就是说，这画的太好了，一看就是夫妻恩爱的人画出来的。可惜这芙蓉是好看的，但我总感觉这芙蓉里有冤屈啊。各位，你看人家这文化人就是不一样，
他不能直接在画上写顾阿秀杀人了，救命啊！那样顾阿秀要是再来庵里看见，直接就给他灭口了。他写这种隐晦的诗，懂的人自然懂，不懂的人也就当是文人伤春悲秋了。这就相当于古代文人的摩斯密码。庵主呢，虽然是认识字，但是也看不出来其中的含义，也就这么地了。有这么一天，庵里来了个富商，一看这芙蓉屏画的太好，字写的也好，就花钱买下来了。买下来干嘛呢？送给了一位已经退隐的御史大夫，叫高纳林。各位，这御史大夫那可比县尉大太多了，县尉是9品，御史大夫那是从1品。这就好比一个是乡镇派出所所长，一个是退居2线的副国级美正部级老干部。这老高最喜欢字画了，就收下了。收下可是收下了啊，他可没仔细看上面的字，就吩咐书童先放房里吧。这就起身送这富商出门。正好看见外边有个小伙。这小伙是谁呀？正是崔英。各位老铁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崔英没死。这崔英啊，手里拿着4幅草书，在这街头卖字呢。老高一看，这字写的太好了，这都能载入《金石录》了啊！这是插句题外话，《金石录》是宋朝赵明诚编撰的。赵明诚你要是耳生，他媳妇儿你肯定认识，叫李清照。刚开始吧，是2口子一起编撰，后来赵明诚病逝了，李清照独自编撰完成。这《金石录》里面记载的都是什么？草圣张旭、欧阳询、柳公权、颜真卿这种等级的书法大神。老高夸崔英的字能入《金石录》，那就是说他是国家级书法大师啊。老高就问，这字是谁写的呀？崔英说，这是我写的呀。老高就问，那你字写这么好，你不是一般人呢，你怎么沦落至此，在街头摆摊呢？这崔英叹了口气，就把这一路上怎么被船匪给劫了，怎么被踹进江里说了一遍。他说，我幸亏啊，我从小就生活在水边，打小我水性就好，我憋着气一直潜水，顺着水流飘出去好几里地，等到船匪离开了，我才敢上岸。这是上岸了，但没有盘缠呢。我去就任县尉的这个文书也掉江里了。我虽然去地方衙门口告官了，但你这地方衙门口没人把我当回事啊。这都1年了，杳无音讯，我这也没盘缠，耗不起了，这才不得不写字贩卖，混口饭吃。老高一看这崔英仪表堂堂，文采奕奕的，就想收留他，说，那你也没地儿待，你现在住我这儿吧，没事儿，你就教我这个孙子写个字啥的，就当个家庭教师。这就给他留下了。老高还把他请进书房，欣赏他文采啊，备下酒宴款待吧。这崔英正应酬着，正喝着酒，一抬头看见墙上挂的那幅芙蓉屏了。崔英当时眼泪就下来了，这画我认识，这是我画的呀。就起身仔细观看，看见下边的字了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这是我媳妇儿王氏的字啊，这笔锋这习惯绝对是他的。潸然泪下呀。老高就问，小崔，你怎么哭了呀？崔英一说，这画是我画的，当时被抢走了，但当时这画上可没字啊，这字肯定是我媳妇儿在我俩被劫了之后写的，我媳妇儿肯定还活着。老高乐了，说，那你别急，这事儿我给你办了，但你先保密，别打草惊蛇。第二天，老高就顺着这画的来源问这富商，你这画是哪来的？这就找到了这个尼姑庵，知道这画是顾阿秀送给尼姑的。又一打听这画上的字，说是里边一个叫慧媛的尼姑写的字。老高就安排自己的夫人去把慧媛，也就是王氏接了回来。这王氏跟夫人秉烛夜谈，也觉着老高和高夫人2口子这又有势力，又是好人热心肠，就把一路的经历跟夫人掏心掏肺这么一说，说肯定是顾阿秀做的案，哪怕我丈夫已经没了，我也请您帮我为我丈夫报仇。夫人回去和老高一研究，说对呀，当时崔英跟我说的也是这套嗑，这肯定是2口子没跑，这俩人说的时间地点人物全能对上，也绝对是顾阿秀做的案。老高说，这样先把他们俩人都留在咱们府上，王氏呢就在后宅跟你在一块儿，先别让他俩见面，以免走漏了风声。我呢先暗中查查，咱这地方衙门口不顶事，我得找上面的人。就这么过了一段，
老高也暗中把顾阿秀的家庭地址、同伙人员呐，什么都查得明明白白的。正好呢，自己有个老下属叫薛普，就任监察御史，来到了苏州上任。各位，这监察御史啊，虽然品级不高，就是个七品官，但是权力极大，什么都能管，还是直接向中央负责的。这就相当于现在的中央巡视组组长啊，拿着尚方宝剑下来的，地方官见了他都得哆嗦。薛普也是个能人，老高就把自己调查这些东西都告诉了薛普，那给薛普美的，心说这是天上掉下来个干等工啊，刚上任就白捡一个大案。薛御史领着人雷霆出击，2下就把顾阿秀一伙人全拿下，一个都没跑了。这一搜赃物也搜着崔英的就任文书了，人赃俱获，这就给这一伙人全推出去砍了，秋后问斩，一个不留。您注意啊，这崔英也知道这事儿，但是他只知道大仇得报，只知道自己媳妇儿佗月15那天趁着夜色跑了，但不知道自己媳妇儿是死是活。老高也没告诉他呀，就憋着呢，准备给他个惊喜。但是就任文书既然找着了，你就得上任呢，这就准备辞别老高。那老高还试探他呢，说小崔啊，你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我给你保个媒啊，我有个亲戚家闺女，长得不错，你娶个媳妇儿，你俩一起上任咋样？那崔英是痴情的人呐，摇摇头说，高大人，我媳妇儿王氏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，但我知道我媳妇儿认字儿，我准备上任之后满天下发寻人启事，我媳妇儿只要还活着，她肯定能看见，到时候我俩自然就相认了。要是我媳妇儿不幸逝世呢，我也决定终身不娶。老高一听非常满意，心说这小伙子靠谱，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没看错他，说那你也明天再走，今天晚上我备下酒宴给你饯行。这就给崔英先留下了。到了晚上酒席宴前呢，老高就吩咐自己夫人把王氏带了出来。这夫妻俩一见面，互相一相认，抱头痛哭啊。满座宾客看这俩人见面就哭，也不知道为啥，全都懵了。老高就站起来，把我前面说这些又给他们讲了一遍，说这两口子就是因为这块芙蓉屏才得以大仇得报，夫妻相认。宾客们听完那是纷纷鼓掌，直呼内行。后来呀，这崔英和王氏赶去就任，任满回来，路过苏州，再想去拜访老高呢，才发现老高和他的夫人已经过世了。这俩人也就大哭一场。在墓前呢，又建了道场，又祭奠。王氏呢，也亲自整整念了斋日的经，为老高送行，又去了尼姑庵，厚赠了庵主。这故事到这儿才算了结。这叫幸得宝月再团圆，相亲相爱莫相捐，人间夫妇休反目，看此芙蓉真可怜呐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含堂多少蝉鸣，不如听将不够。说说这古今人情，就这个故事你就听一听，一个不吱声。咱就说这古代的黑车司机有多狠，这白富美的求生欲和反侦查意识有多强，这退休老干部的余热发挥的有多好，你就说这破镜重圆的剧本它离不离谱吧。各位老铁点个关注，咱下回接着看。